謝謝院長，有請行政院卓院長以及央行楊總裁。麻煩再請卓院長，中央銀行備詢。各位委员好，院长好哦。我想刚刚很高興您提到了這個 AI 還有軟體發展的方向，也謝謝行政院在8月28號把 AI 基本法的草案送進來。那 AI 軟體很顯然一定就是數位金融跟虛擬世界的發展哈，在未來可能有非常多新的業態會出現，也希望行政院可以一起來討論。那央行呢，在今年的3月份出了一份關於比特幣作為央行準備資產或國家戰略儲備分析的報告。在這個報告裡面呢，可以明顯的看出來，在今年3月的時候呢，央行對於比特幣戰略儲備呢是持相對負面的態度。比如說呢，國際間還沒有國家將比特幣納入數位資產的準備，或者呢缺乏安全性和流動性。不過事實上幾個月過後全世界的發展就已經和這份報告截然不同哦。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個投影片，這是美國各州比特幣戰略儲備的狀況哈。其中新罕布夏州、亞利桑那州、德州都已經在5、6月通過法案，正在進行中的和提議的更有高達18州。那川普總統呢也很明確的宣示了比特幣戰略儲備的方向。那我們看一下央行所在意的安全性、流動性來看哈。我也幫您整理了哈，德意志銀行在10月18號的時候就明確做出了分析，還有研究報告說，比特幣的戰略性配置會成為現代金融安全的新基石，有可能變成像20世紀的黃金哈。兩種資產都極有可能在2030年以前出現在各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在這裡我要強調是兩種。黃金跟比特幣、數位貨幣或數位資產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它是可以共融的哈。那現在呢，比特幣的波動事實上已經創歷史新低哈。本席2週之前呢，有就這個議題詢問過央行的朱副總裁，當時呢，朱副總呢表示呢會持續研議評估。那想先請教一下楊總裁，您看到這幾個月世界的轉變，央行對於所謂的虛擬資產的戰略儲備，還是像這樣的一個相對負面，還是反對的嗎？研究評估的怎麼樣？是8位委員哈，這個德意志銀行哈，他說是在2030年哈，那我覺得2030年，這個是5年了哈，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遠吶。很好，您覺得很遠哈。待會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事實上我先講，院長其實一邊在聽，我相信院長也有一邊在正向的思考啦。我先回應一下，也許大家的顧慮哈，就說有這麼多種的貨幣，會不會有一些風險哈？新罕布夏州呢是確保說要超過市值5000億美元的才來考慮作為戰略的儲備，同時安全性上面呢也有一些分散的資料中心或者國家級的儲備方案哈。那相關的這些安全等等的，其實都有解決的方案。那您說2030年以前，那我要告訴總裁，也告訴院長事實上這個需要對台灣來講是特別重要的。為什麼？在先前我們看到今年2月底央行朱副總呢到立法院報告的時候就透露過我們的外匯存底有高達92%是美債，相對的。我們美元走弱，台幣對美元升值的話，實質購買力就會下降。金管會的報告也提到今年1到8月的銀行業就因為台幣升值的影響，稅前盈餘本來是這個應該可以到8000億的，現在只剩下6000億較去年同期減少了2000億。我想在這裡還是要問一下卓院長，我們要防患未然，未雨綢繆這個總裁說2030年的事情我們可以緩着做，但是我待會還有很多的數據那現在美國已經在做了，院長您作為行政團隊的大家長我們現在的資產整個產業高度押注在美元，而美國現在又在推動多元儲備，也就是有數位資產的戰略儲備，您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跟策略，或者比如說能不能更加積極正面的考量像比特幣戰略儲備這樣的一個做法？好，美元是今天全世界通行計價的一個基準，這個是沒有錯但是我們是不是有92%這個高的數字？
總裁再說明一下。這是朱副總裁當時透露的哦。他事後呢，我们也有澄清了。所以数字搞錯了， 92%， 是算錯了還是講錯了？是他看錯了。沒有關係，就算不是92%，我們也是高比例的依賴美元。當然，這一點同意吧？是比較高，對嘛？我們這不只是比較高，非常高啦，好不好？還好。那院長所以您的回應就是我們沒問題嗎？您能不能再更積極的考量一下比特幣戰略儲備？總裁能夠說明正確的數字。另外就是對於這種新興的新創的金融商品，我們都應該用開放的態度去看它。很好。所以希望比特幣這個是我們如果它能夠在交易安全、數位安全能夠比現在更有把握的話，我認為我們會用另外更開放的態度來看待比特幣。同時，台灣也應該有自己的一套機制。太好了，謝謝院長。所以能不能在年底以前再提供一份詳細而且要正反並陳不要只是相對負面的報告，比特幣戰略儲備或數位資產戰略儲備的報告，給社會大眾了解一下。院長可不可以拜託您在這裡就正面的承諾？朱總裁說明一下。我想要就是說年底之前給英文報告，我們可以。太好了，謝謝楊總裁，給您跟院長都按一個讚了哈。那主動購入的這個虛擬資產儲備還需要一些報告跟研究的時間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也跟院長分享哈，是現在就可以做的。我們可以先持有比特幣，不一定要主動積極的購入，這可以之後討論。您看一下投影片哈，這是去年呢幾大持有比特幣國家的這些相關的資訊哈。比特幣呢，其實在這些國家都是透過沒收犯罪而來的，其中烏克蘭呢，還有一些是透過於網絡的一些募捐啦。那我們台灣這幾年啦，2023到2025年呢，我們也找了資料，也有一些法拍虛擬貨幣的新聞。其中您看一下這個2024年的新聞哈，新聞上寫有4.5億的時候啊，比特幣一顆是7萬美元，現在比特幣一顆是11萬美元啊。當時如果這一批比特幣或者現在沒有拍賣的話，這其實對於我們國庫的潛藏的這些這個所謂的這個潛力啊，很可能已經超過6億多啊。那本席啊非常清楚了解啊，相關的市場任何的資產都不可能永遠的向上，它一定有可能有回落的時候。但是呢，我也希望啊，整體來講，大家可以上網了解一下，這樣子的一個資產，為什麼各國要先趕快部署相關的法令，並且早一點的來持有，其實也就是因為未來很可能是我們在資產依賴上，對於其他的國家貨幣主權過度依賴上的一個很好的對沖啊。尤其啊，我們現在又非常大規模的去持有美元計價的資產，但是啊，川普啊在11月6號的時候正式發布，美國自己要成為比特幣的超級大國啊，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卓院長，我們現在就算不能立刻把它納入，我們能不能退一步去討論一下，向其他國家學習，沒收而來不需要返還的這些虛擬貨幣，我們能不能持續的持有？有國家級的解決方案處理安全性的問題，這一點您可以不用太擔心。我想請教一下，有沒有機會來討論？是我相信。美國川普總統的任何一個重大的政策決定，不僅影響到國內，對國際上也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像川普總統對比特幣這種比較開放而且直接的態度，會影響到比特幣在各國之間或許未來的流通，或許未來的保值等等。那這個部分，央行應該有進入密切的一個觀察。好，謝謝啊。所以實際上啊，希望能夠到現在，能不能請院長來承諾一下，我們能不能先至少盤點一下目前持有的數量？說不定我們持有的還真不少。剛剛我們看到300萬美金的等值的比特幣就可以排到世界前10了。這是我們中華民國對於數位經濟的準備，也是我們跟美國站在同一隊的決心。院長能不能指示相關部會年底前調查一下，給大家一個答案？現在我們持有的比特幣的數量到底是多少？我要先了解我們有沒有辦法實際上掌握國內的這些狀況。我講的是這個我們司法體系沒收而來的，我們講的是沒收的，不是台灣國內持有的。我們的政府單位沒收在國庫裡面的比特幣，可以嗎？調查一下。如果是已經合法沒收、依法沒收而來的，不用還的，過去都要拍賣了。
依法持有的，政府依法持有的，盘點一下好不好？這邊我們應該有資料，我認為盤點是必要，我可以這樣。謝謝。年底前給大家一個答案哈。那討論完了虛擬資產的價值啊，也想跟院長討論一下虛擬資產的法治面嘛，因為我們要安全也要安心嘛哈。請教一下這個金管會主委，謝謝。那我也要跟院長表達一下。金管會、央行在近期對於這個數位資產的開放性，我們絕對是予以肯定的。謝謝。哦，那金管會也有非常多同仁呢，給了很多的幫助啦。那關於 VASP 的專法，其實金管會是一個正面的態度，但是6月27號報院以後啊，到現在還是沒有送到立法院啊。各界都非常的關心，已經到5個月了，還沒有送來。我們之前詢問啦，其實各個部會的回答呢，稍微有點模糊。現在美國的 Genius 法案、Clarity 的法案，日本官方的 JPYC 穩定幣都要出來了。香港、新加坡在法制也已經完善了。我們什麼時候、為什麼會拖這麼久，還沒有送過來？有沒有一個相關的時間的預期，讓業者可以好準備嘛？是跟委員報告一下，其實我們6月27號送進來，因為這個其實上是個新的法案，我們政委已經審過2次，因為很多要送回我們這邊跟各界再溝通，我們已經送回去。對不起，我很佩服您，可是您可不可以？我時間有限，能告訴我這個會期是這個會期，下個會期也沒有關係，因為業者需要時間跟心理的準備啊，有沒有一個預期啊？院長，我看您笑而不答，大家可能在等您指示啊，是沒有指示還是有沒有預期？進入到一個這個數位的虛擬貨幣時代，我們進入到這個世界裡面來，我覺得一切的建制哦，我們要學習更周延的一些規範，所以金管會謹慎是对的。好了，我想哈，我要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事情哈，真的是這個宜速不宜遲啊。為什麼啊？事實上啊，因為我們的 VASP 專法如果通過了，還有8個子法要訂定啊，裡面的穩定幣更是非常的重要。不知道院長有沒有看過這張圖啊？左邊是實體經濟，各國的貨幣非常的豐富，但是在右邊的虛擬經濟啊，全球穩定幣美元的佔比高達近90%啊，已經幾乎是壟斷性的地位了，這會影響到貨幣的主權哦。所以為什麼全世界各個國家，甚至歐盟啊，積極的要推出他們的國家穩定幣，就在這裡。所以這不是說啊，我要很審慎，然後沒有消息哦。我們看到日本、歐盟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這一點我就想請教一下，我們現在卓院長，您說，哎呀，這個我們要做亞洲資產中心啊。我先講，我並沒有反對或支持特定處理穩定幣的方式。但是我想要確認一下，到底什麼時候？因為 VASP 的法案裡面就有一個章節是穩定幣嘛。那現在各國都已經上線了，我們現在還在審慎，我理解審慎，但是院長有沒有預期這個會期、下個會期？穩定幣是我們進入到一個虛擬世界的一個途徑。是，這個我都認同。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需要時間啊。我們現在已經不僅是虛擬，我們在穩定幣這個議題上面，我們也已經進入到討論。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討論很久。我現在要問的是時間，院長不好意思，有沒有时間？跟委員報告一下，刚剛那個我們送進行政院，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準備工作，那這樣應該很快會來開會。剛剛那個執法的部分，我們不會等母法這邊才做，我們現在已經全力在推動這些執法的立法。謝謝諸位啦，我想我們一起來努力哈。那接下來啊，雖然還有點時間哈，我就希望能夠帶 VASP 的這個相關的新創的業者也要說說話，因為創新、AI、軟體、數位金融，這都是我們的下一波的力量啦。那我想請教一下，其實目前啊，金管會啊，這個相關的這個規範啊，其實有提到金融機構得經金管會的規定兼營虛擬資產的業務。其不僅能托管加密貨幣，推出加密交易的服務，甚至還能優先發行穩定幣啊！如此一來啊，有很多的 VASP 的業者啊，辛辛苦苦的做了各種的法遵，做了很多的創新，然後呢又符合安全，結果金融機構很可能只需要金管會點個頭，就可以兼營，甚至優先發行。這會不會有一種太獨厚傳統機構？我沒有要替任何一個人講話，但是我希望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圖。這是接下來的數位經濟，是大家一起合作，金管會做管理，也不要忘記發展。銀行有信用跟穩定，但 VASP 業者其實有很好的技術跟創新。有沒有可能啊？這個未來專法上路的時候啊，金融機構兼營沒有問題，但是可不可以多鼓勵一些金融機構和 VASP 既有的這8家9家的業者，能夠有更多技術合作啊？
投融資啊，或者是限度開放更多的創新的商品，甚至是一些其他的措施，能夠讓整體的產業一起來發展。這個部分，主委可不可以簡要做個答復？是，謝謝委員。我想啊，剛才委員描繪就是未來的方向，因為其實我們 VESP 開始呢，假設我們專法通過，它開始針對機構做全面性的納管。它就我上次也講過，它是一個準金融機構。那過去剛才那個委員也提到說，為什麼我們穩定必要先由金融機構來發？我想不管從法遵還有內控上面啊，這不可諱言，我們金融機構還是遠勝於現在的 VESP， 所以未來這兩個合作是必然的。這個金三角還是要存在啊。最後啊，希望院長啊，經過我們這樣的一個互動啊，你應該理解到啊，我們要捍衛國家主權、數位主權、金融主權，不能只是喊啦，我們相關的法令要早一點推出，導入我們人工智慧時代的。好，謝謝葛如君。